这几天天气实在太热了毕竟年已经过了。我们今天来谈一点有关于清酒的部分，就是其实很多朋友，包含你，如果是有在考 SSI 啊，或者是有在看书的朋友们，可能也不是这么了解的所谓的清酒的酒精浓度。酒精浓度不必讲了，我之前也提过了。然后日本酒度，还有所谓的酸度，这个我都提过了。然后还有第四个我一直没有提的，就是所谓的氨基酸度，或者是简称氨基酸。然后日本的酒瓶上面，如果不是每一家都会写了，如果有写的话，它通常都写一个 amino， 它是用那叫什么片假文吧写的 amino。其实 amino 你如果去查英文的氨基酸的话，它就是 amino。然后它是一个，其实氨基酸呢是 amino acid， 后面还有一个酸这个字 ，amino 只是一个简称而已哈。然后事实上，氨基酸，日本叫做氨基酸度，我前面提过了。如果是酒精度啊、日本酒度啊、酸度啊，在日本酒的这个清酒这个标签里面呢，它代表的意义呢，酒精度我们先不谈哦，因为它跟葡萄酒是一样。但是呢，在清酒里面呢，日本酒度、酸度，再加上现在的氨基酸度，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它们是没有单位的，它代表的都只是一个我有多少的这些东西在里面。即便是日本酒度，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含糖的量，但是它糖也不是只有葡萄糖，它可能还有一些什么半乳糖啊，或者是果糖，什么都有可能带来甜味的东西。那当然主要还是以葡萄糖为主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硬要去检验的话，其实还可以发现其他的东西在里面，其他的糖类在里面。这个牵扯到化学机制然后也不见得说每次效果都会一样，所以在他们的定义里面，他不会讲说，也许像清酒葡萄酒一样会写一个残糖，但是日本人来讲，他们在做清酒的时候，他都所谓的日本酒度指的就是含糖那些含糖量各种糖的合在一起的量，你只要记住它是一个叠加的，就是的东西就可以了。然后日本酒度我之前提过了，正值越高表示越不甜，负值越高越低的表示越甜越干口，那越高的是越辛口。那干口辛口适合搭配什么东西？我在之前那一集有谈过，各位回去找找看我忘记是哪一集啊。那酸度的部分一样的意思，它也是各种酸的组合，琥珀酸、乳酸、苹果酸啊，甚至一点柠檬酸啊等等的这些的组合，甚至一点醋酸等等。那里面比较重要的当然就是乳酸跟琥珀酸嘛，这个我之前也讲过了。所以它不是在量 pH 值，它是在量这些有机酸的，所以那个酸度代表的是有多少有机酸在这里面。这些有机酸当然本身各自都可以去量 pH 值，可是那个是对，因为那个吃的对人体都不会觉得说不会造成那种伤害，不是说真的像 pH 值很低很低这样，然后对人体造成伤害。所以这些酸呢，它日本酒的酸度指的只是说我有哪些种酸去把它叠合起来，然后当然叠合起来越多的话，酸度越高它没有单位酸度越高的话，它代表的就是我们这瓶清酒里面含有多少的综合性的酸度的有机分子、有机物质。那东西越多的话，你可以再去想象说，就好像我老爱举这个例子，但是你可以想想看，我今天一瓶这是一杯这个
一杯白开水，一杯水，好，装在这个瓶子里面、杯子里面、大的杯子里面，你今天滴了一滴黑墨水，它就过了一会儿，它是不是就会慢慢的就分布就均匀了，对不对？这个时候的状况，相较于当时还没有滴墨水的时候，滴墨水完这个喝起，如果那可以喝的话，喝起来你一定会觉得说，它这个味道稍微比这个还要再浓一点。我不晓得墨水是什么味道，我只能说，石墨的味道了哦。但是我只能说，就是说，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出这一杯比较浓一点。那个浓是指口感上的浓哦。那如果说同样的这一杯黑墨水呢，我有再滴了一滴红墨水进去，过一会儿它也会整个就是均匀的散开，颜色可能混成红黑色那种很怪异的颜色。那它味道是不是它的不是味道，就是它在嘴巴里面的那种感觉，厚重感是不是更强？为什么？因为它多了一个物质在里面。如果又加蓝墨水下去的话，是不是越来越多？那这个意思就是像酸在计算酸度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如果里面有很多种酸度的话呢，所以酸度越高的清酒，意思是说它喝起来越厚，喝起来越厚。你说是不是喝起来越酸？当然啦，你也可以讲它就是会带比较酸一点，但是它那些酸呢，都不是那种像那些有机酸，都不是像葡萄酒的90酸啊，或者是说苹果酸啊这么的酸，所以它在口感上是厚度大过于你在嘴巴里面所谓的酸度。更何况呢，因为清酒里面的甜味就是米的甜味就是更强，所以相较于葡萄酒更强，所以你在喝的时候呢，那种即便它原来有的那种酸性的感觉，也会比较被那个甜的味道给中和掉。这个中和不是酸碱中和那种中和，而是说你的舌头里面已经分辨不出太多那种，就是你嘴巴里面有酸有甜，他们叫这个怎么讲酸甘酯还是甘酸酯，我忘记了，我觉得这不重要了，反正就是你在嘴巴里面呢，因为有很多东西很多物质在里面，有酸有甜，所以你会没办法清楚是辨别出说它的酸性是多强或什么的。但是如果这个酒里面呢有酸度有甜有甜度，就是有糖分有酸性物质的话，你喝起来酒一定比较厚，懂吗？一定比较厚。如果我们不谈清酒，直接去谈这个葡萄酒的话，各位也可以去思考，冰酒、甜酒、贵腐酒这些东西甜酒、贵腐酒这些东西是不是越甜越酸的，喝起来再加上那个酒精，这样你喝起来是不是感觉就觉得这个酒就喝起来比较厚重，比较稠一点的感觉？那种稠一点的感觉呢，除了是醇类，那个醇类乙醇带来的那种润滑感，类似甘油的感觉，甘油也是一种醇。另外就是这个是很有极高的酸性跟极高的这个糖分甜度，所以让你觉得说这一杯饮料里面有特别多的东西在里面，你喝起来就觉得口感比较浓。我铺陈了半天呢，意思就是要说，即便氨基酸也是一样的道理。氨基酸呢，我等一下会谈它怎么产生的，但是氨基酸呢，它也是一个类，氨基酸类。氨基酸类呢，它也不是同分异构物，它只能说是它同时有所谓的以化学来讲有羧基啦，有氨基吧，氨基羧基这个东西各位自己去查那个化学化学以前会教的化学，羧基就是我记得是 COOH 吧。但是它只要有这些东西的，然后再配上一些其他的化合物，其他的分子的话，它组合起来就是各种类型的所谓的氨基酸，它们都归类在氨基酸类，类。所以在清酒里面呢，我之前很早以前看的是清酒里面大概会有14种以上的氨基酸，但是现在最新查到，就随着科学越来越进步，现在目前查到可能超过20种以上。那氨基酸对人重不重要？氨基酸
对人重要哦。第一个，它也是营养分的来源嘛，然后氨基酸组合起来之后呢，它应该是某些特定的氨基酸了，但是我这边先把它简略来说，就是说氨基酸呢，就好像我们讲糖类，把它组合起来，它如果链接在一起的话，透过化学的链接在一起的话，它可能就会变成淀粉，然后这个淀粉如果在又粘淀粉和淀粉之间必须又粘结在一起，变长链一点的话，它就变成纤维。那这个纤维就是比如说我们吃甘蔗哦，那个中间那个有渣，那个就是纤维嘛，对不对？它里面有没有能量？它有能量哦，只是说人体是没有办法去分解的。但是什么有办法？牛有办法嘛，对不对？就是它本身分解完之后，还是回到糖、葡萄糖、单糖，然后一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草食动物它会吃这个嘛。但肉食动物的话呢，它吃的是最主要吃这个蛋白质的部分嘛。蛋白质的部分它会分解出氨基酸。那氨基酸呢，它不能讲它的能量的来源啊，因为能量来源是糖。这个有在健身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所以补充那个蛋白质，最主要是为了要长肌肉。因为肌肉常练的肌肉纤维，肌肉也是纤维哦，肌肉纤维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蛋白质是什么？是由氨基酸所组成的。那这氨基酸有很多种氨基酸，但是生物上有一个很奇妙的特性，就是说，蛋白质这种东西本身里面有什么蛋白质，什么酶是一个酉字旁，酒类的那个酉字旁，再加上一个每天的酶类，不是霉菌，不是倒霉的霉，不是这些酶，是那个有一点就像酵素一样。蛋白质的东西呢，它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会分解这样子的，讲分解也不对，就是它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酵素酶类在里面，所以呢，它会把蛋白质在最终，如果你时间放久一点，它最终它会分解成为氨基酸。那当然，氨基酸有很多种啊，就是说你今天不同来源的蛋白质有很多种啊，不同来源蛋白质最后会分解成不同的氨基酸。这个样讲有一点太笼统，但是各位可以去思考，就是说我的目的是要讲，我们不要讲化学课，我们要讲的是清酒里面的氨基酸的来源，就是来自于米里面的蛋白质。米里面的蛋白质，注意哦，米里面的蛋白质还有什么？还有在酿造清酒的过程中，我之前也提过，那整个流程里面会有哪些菌种参与啊？会有酵母菌，各种酵母菌嘛，然后曲菌，还有乳酸菌。乳酸菌不一定啦，但是如果你要跟我辩论说什么数酿园那些东西，我不跟你吵，我讲的是最基本传统的那种的这种酿造方式，比如说生源啊、生肺源啊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早期都还是要靠乳酸菌的。那菌跟病毒有什么不一样？菌它是细胞，它是有细胞的，那病毒是更小的，它里面可能就一个 RNA 或者一个 RNA 吧，应该是 RNA 吧。那菌既然是有细胞的一个小生物的话呢，当它在参与这个发酵，就是产生酒精的过程里面，最后纷纷都会死亡嘛，酒精度提高了嘛，都死亡了。那死亡会怎么样？死亡就会分解啊，就会分解。所以这些构成这些菌的细胞壁啊，或者是里面也有蛋白质成分在里面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小东西，它就是它的尸体在酿造过程中也分解了，最终啦分解了，分解就产生什么？产生氨基酸。蛋白质产生氨基酸嘛，但是我讲过了，氨基酸就很多种，不是只有一种而已。那通常我们在就是因为很多种，所以它在清酒在量测的时候呢，它也不会去特别去标说我是哪一种氨基酸特别多。为什么？我也问过酒造，是因为氨基酸其实很难量测，很难量测。
你不要忘记，清酒是一个很传统酒种，很难量测的话，但是他们又想要稍微去表示说这个酒的味道，因为的确有的酒的味道，特别是传统酿造法，比方讲山肺园、生园或者是菩提园等等这些的酿造出来的酒，他们叫无马米脂味啊，无马米就是鲜味脂味会比较强，然后这个味道从哪里来的？它就是某些氨基酸会有这样子的，给你感觉这样的味道。那原理其实跟你拿大骨头去熬汤啊，或者是拿这个昆布啊，或者是豆芽啊什么的，就是素的啦、荤的啦，什么都一样。它去长时间煮之后，它分解掉了之后产生的某些氨基酸呢，它对人来讲，它的口感就是带来鲜味，就是你的舌头会感觉到，就台湾话叫就干咩啦，拎起来就干咩，所以萝卜排骨汤好喝，对不对？如果你用我讲萝卜排骨是白萝卜，如果是用红萝卜啊，用这个豆芽啊什么去炖这个去煲汤哦，所以香港人去煲汤的话，那个煲的越久，分解的越完整的话，它甚至你再加鱼或者是什么加皮蛋，因为皮蛋本身就是一个分解性的，已经分解过的蛋了哈。这个各位在自己上网去查，所以有些香港人呢，香港师傅呢会教你把你在煮汤的时候，特别是在煲汤的时候，或煮鱼啊，或煮什么鱼汤什么的，拿一个皮蛋把它弄碎丢进去，不用弄碎也可以了，它煮久了自然而然就会散开，但是弄碎会比较快的那个整个散布在这个汤里面，然后去慢慢去熬一下呢，那个鲜味会更强，因为皮蛋里面也是有鲜味。其实呢，包含熟成牛肉啊，不管干式或湿式的啊什么，他们最终目的都是要分解，有部分目的都是要分解蛋白质成为氨基酸，特别是会带来美味的氨基酸，不是所有的氨基酸都会带来美味啊，但是恰巧在不管是清酒酿造，或者是我们所谓熟成牛肉啊，或者是我刚刚讲煲汤啊等等，煮大骨头啊等等，都会产生的氨基酸就是谷氨酸。谷氨酸我记得还有个鸟氨酸，那个好像是味素的其中的一个来源嘛。反正味素就我记得是两种氨基酸就对了，请各位上网去查，因为对我来讲这个只要不需要背诵的，只要上网查就可以查得到的东西，我基本上都不会去背。我要的只是要去思考而已。那在清酒里面比较会影响到风味，就是谷氨酸嘛，然后还有一个天冬氨酸吧，我记得是天冬氨酸，天门冬那个冬天的冬，还有什么酸？鸟氨酸吗？我记不起来了哈，反正这个就是这个上网查都可以查得到。那清酒的这个氨基酸呢，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东西的叠加，但是里面也有某些氨基酸呢，特别是在浊酒里面，就是浊酒的话，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留了更多东西在里面，更多的蛋白质啊或什么在这个，或是糖分在这个酒里面，所以整个酒看起来是混浊的嘛，有点混白色这样的感觉。那这样子的东西呢，它一旦分解，你放久一点再喝的话呢，它也会继续产生氨基酸，但是后面产生的氨基酸，有些氨基酸就会带苦味，这就是浊酒要早点喝的原因之一吼。那我讲了半天，就是说，其实，那你也许也会好奇哦，清酒在讲这个氨基酸的时候呢，氨基酸效果带来的是所谓的脂味哈。那为什么有些清酒没有写？那是因为呢，所谓的氨基酸这种东西呢，其实第一个它是很多东西的叠加，每一次都不见得会一样。它不像葡萄酒，它不像那个酒精度
或者是像日本酒度，甚至像酸度一样这么的好控制。amino 这种东西呢，其实它是一个分解的过程哦。再讲难听一点，直觉的讲，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在有人讲湿式牛肉啊、干式熟成啊、干式熟成、湿式熟成的牛肉这些东西呢，或是火腿，我讲那种大火腿哦，这种东西一旦没有控制好，就是说你的温度、湿度，甚至通风没有控制好的话呢，干式熟成还是需要有菌类的一些真菌类的参与。湿式熟成的话，基本上是把它密封起来的。但是有菌的参与的话，干式熟成呢，你就要小心它的结果。但是如果说你可以熟成的很好的话呢，就是各方面控制的状况极佳的话，你的这个肉质呢，不但它会分解嘛，就我刚刚讲过那种肌肉纤维、蛋白质和氨基酸这样一连串下来，都会慢慢分解掉，所以你的不是你的酒，你的那个肉质会变得比较软嫩，比较容易咬断。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细节，但是我们今天不谈哦。然后第二个是过程中也会去分解这个蛋白质成为氨基酸，氨基酸里面就一样会有所谓的谷氨酸啊、天冬氨酸啊等等那种带来鲜味的物质，就是包含做酱油、做味噌，其实都是一样，都是把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主要是这样子。然后过程中你要控制这些菌类，有些菌类的参与，你要把它控制在一个极限之内，然后让它，因为有些菌类的参与可以为这个发酵食品带来一些像核果类、奶油的味道啊等等的，就是说你吃起来呢，在口感上口味会更丰富。但是如果在清酒里面，因为清酒，它有菌的参与，但是我讲菌的参与是指说它还是活跃型的，但是清酒那个氨基酸呢是比较偏向它已经是那些简单讲就是原来的米蛋白分解掉了，然后还有这些小小的菌类的它们的分解掉了它们的这个牺牲掉了，分解掉了，那跟那种真正要靠什么菌类去分解这种蛋白质，产生出不一样的氨基酸的味道，两个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菌还活着，这是菌死掉自然而然的分解。其实，这样讲可能各位听了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啦，但是事实上就如此。其实香槟也是这样啊，所以有些香槟呢，它会成年，它装到20发酵完之后，那些酵母怎么办？20发酵表示酵母是关在里面的啊，你是第二次在瓶内20发酵啊，但是你在喝香槟的时候，当然它最后还是会有渣，所以会有除渣的过程。但是无论再怎么除哦，你20发酵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酵母呢死掉了之后，再沉在这个酒瓶底，通常在有些香槟厂商呢会特别在他们的酒瓶上面写一个 on the lee，好像是要加 s 吧。他的意思就是，我在这过程中我没有做很干净的除渣，为什么？因为他要让这些菌类的尸体分解产生什么？产生比较鲜美的味道，或是有一点核果的味道在里面。那或是所谓的有一点buttery 的味道，就是油脂感。所以你如果喝到香槟，你说啊，一股面包啊，有一股什么 nuts 啊，那种核果类啊，好像还有一点点油脂的味道什么的，on the lee。其实人类就是目前就食物链的最顶层嘛。你当然可以把酒的东西想的
很美好啊，很怎么样子的哦，天地人啊，餐桌上餐酒人什么的。但其实我们都是在吃这些，不管是葡萄，不管是清酒，它的原料、植物、肉类哦，然后餐桌上的鱼类，然后清酒、葡萄酒也是都从这些植物的这个分解出来产生的嘛，菌的分解，然后加上它自己的讲腐败不对，就分解产生的，对我们人体来讲，我们觉得好吃的东西，所以对，你看从哪一个视角去看这个餐桌上的东西，我这样讲是比较有点夸张的讲法了，但是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我用清酒，本来就要讲清酒嘛，那种清酒开始用清酒结束，氨基酸呢，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就是一种鲜味哦，这种鲜味呢，很难控制，然后因为它有太多种的不同的氨基酸里面，不是只有一种氨基酸有鲜味，它其他也有，只是浓淡的问题啊，甚至有些氨基酸的味道是不好，没有那么好的。那氨基酸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容易分解的东西，它是很多个什么氨基酸基什么的合在一起的东西，它没有一下子就这样分解，没那么简单。但是呢，它很容易降转。降转的意思是说，它可能会少掉一块，这边少掉一块，这个聚合物啊，这个化合物这边少一块，少一块。慢慢来讲的话，那些东西就你要称它氨基酸就不对了。所以我问过日本酒造的某位杜莎是跟我讲说，氨基酸这种东西，你今天量，假定我们可以去量哦，还是可以做得到哦，还是有方法可以量。但是量了之后，我标在瓶身上面，可是你过了一个月之后，因为它容易因为温差的关系，然后造成降解。降解不是说分裂掉，而是说可能会你把它想成墙壁脱落那种瓷砖脱落，类似像这样的情形。然后里面的氨基酸的数值总和的氨基酸的数值加起来的数值，就不会是像一开始量的这样子的这么准确，然后就是数字会不一样了。那你说糖类或者酸类难道不会吗？哎，它更不会。所以对日本清酒来讲，它这个部分它觉得标比较不会有问题。阿米诺这种东西呢，氨基酸它觉得标了很容易会产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呢，比如说你如果期待这种东西氨基酸多的话呢，会有那种鲜味。鲜味什么意思？鲜味就是你把它想象成肉类嘛，对不对？因为它是从蛋白质过来的，也就是说氨基酸度高的，哦，其实还要加上一个日本清酒的酸度高一点的，然后在温热的过程处理过之后，它很适合拿来搭配比较浓郁的肉类的料理。浓郁的肉类料理不限定在说一定是要配牛肉或者是红肉的东西，白肉也可以，或者是甚至海鲜也可以。但是我强调了，它是要比较浓郁的料理哦，最好是炖煮过。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炖煮过的这些料理呢，烤啊炖煮过料理，它同样也会使这些不管是鱼类或者是肉类这些东西呢，会白肉类、鱼肉类、海鲜类啊什么，或者说牛肉等等这些东西，它也会蛋白质也会变成降转，然后也会变成也会产生氨基酸，所以这个时候你吃起来就会有那种加成的效果。特别是有酸度再进来的话，会让这个脂味会更明显。所以这样子的类型的酒，氨基酸度高的酒，然后加上如果酸度又高了的清酒的话呢，它是很适合搭配肉类的。你在选择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这一点。那你说我怎么知道说哪些酒的氨基酸度会比较高呢？第一个当然是看瓶子上面有没有写嘛。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很仔细去讲说多少日本酒度、多少酸度、多少氨基酸度代表它叫做比较高。因为那个东西要看那个之前我写过的东西，我觉得到时候我再念会比较清楚一点，然后把它弄成文字稿在这个档案里面。像我们这样闲聊的部分，我就不去提这些东西，因为免得有些东西记错还在修正很麻烦了。因为我们是一镜到底的嘛。
那如果说厂商没有在酒瓶上面标示怎么办呢？那各位就记住纯米系的，纯米系的，好，或者是因为纯米系有本酿造系嘛，纯米系的，这其实很简单，因为纯米表示它的蛋白质会比较多嘛，那酸度比较高的，氨基酸，对，纯米系的应该讲纯米系的来判断。另外一个就是不是酸度，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看它是用什么方法去酿造的。如果它是用传统的方法酿造，比如说生源，元是一个酉字旁，也是那个酒那个酉字旁旁边一元两元的元，酒母生源、山肺元或者是菩提元，这些什么什么元，这种类型的不是数量元数量元就没有了。这种比较传统酿造类型的酒呢，因为它有透过很多就是透过酵母菌啊、乳酸菌等的帮忙、曲菌的帮忙，所以呢，它形成的酒的这个我讲过了，这些菌类最后还是分解掉了，分解掉也会产生氨基酸，所以这种类型的酒呢，氨基酸也会比较多。就是说，如果你是纯米生源、纯米生源啊、纯米这个山肺元啊、纯米的菩提元等等的，理论上来讲，它都会比较多的氨基酸。但是比较多氨基酸呢，是不是就一定来配酒呢？如果单纯看氨基酸是这样，但是如果说不是配酒，配肉类的食物，或是炖煮类的食物，或是遇到味道比较浓郁的食物呢，是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忘记，另外酸度跟这个日本酒度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里面。所以日本酒呢，你要判断它的风味，基本上就是酒精、酒精度、日本酒度、酸度、氨基酸度这四个东西的组合。就是说你不能只有看一个，你要看的是四个东西的组合。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曾经有想过，十几年前我曾经想写一个程式，然后你把它输入之后，判断出来就是它比较适合配什么。我没有写，原因是因为后来开始更了解清酒之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呢，第一个，有些酒日本这个酒造本身就没有标明它的，比如说有些酒甚至连日本酒度都没有，会标明酒精度，那是因为法律规范，其他的度数都是没有强制性的，所以有些酒它就，特别是有些现在新派的一些酒，根本就不跟你标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这些东西呢会即使有标，某些数值呢也可能会有变化，或甚至说，比方讲氨基酸度，或甚至说，在这个运送过程中，它清酒它比较不能够抗氧化，它不会像葡萄酒一样，它比较容易产生变化。就是说，你今天即使拿到数字，可是如果你喝的时间不太一样，我就没办法跟你估计说，这个是半年前跟现在喝的差距在哪里。虽然说调性可能一致，但是它就不是可能，它一定会有差距，风味上就有差距。所以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写真好像没什么意思，就变成是你宁可呢，最重要的其实清酒最重要的你要注意到日期，然后第二重要的就是不是酒精度，第二重要的是我觉得你要去注意那个日本酒度，因为日本酒度糖分的东西嘛，什么状况底下会让你觉得这个料理特别好吃？什么状况下你会觉得这顿饭吃起来特别的美味？肚子饿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好，我现在不讲餐酒搭配，我讲肚子饿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呢，你身体会发出讯号，脑部发出讯号，你身体糖分不够了，我要代谢才能够产生能量。所以说呢，如果清酒它的甜度更高的话呢，它的日本酒度比较低，甜度更高的话呢，你拿那个来搭配食物呢，即便它可以搭配的很好，搭配某些特殊的食物，比方讲那种酸性比较强的东西腌萝卜啊什么东西，可是你这样一下子那个糖分就上来了，
懂我的意思吗？糖分上来之后，那种也许不是吃饱了，但是你就不会那么的饿，不会那么饿的结果呢，就好像我们今天去餐厅里面的小菜，主食还没来，小菜我吃了一堆，毛豆我吃了一堆，毛豆里面很多蛋白质啊，然后这个你吃了一堆，然后这个感觉，当然蛋白质比较不会让你觉得说肚子饱了，但是如果你又喝酒配什么东西这样喝酒，小菜来都先吃了，那你正菜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吃了，不是难吃，是那种渴望就比较降的比较低啊。所以人家讲说肚子饿呢是最好的厨师嘛，厨师最好的料就是怎么讲最高的厨艺境界吧，类似像这样子的道理这样。所以清酒我讲说你日本酒度就很重要了。同理，当然你就可以回推，你很少人用比较甜的酒来搭配特定的料理。如果要搭配的话，你要把这个酒放到比较后面去，不然的话，你前面最好是配的是比较dry 比较没有糖的酒，香槟啊，很不要那 demi sec 那种，就是一般的香槟啊，brown de brown 啊那种上面有写 dry 的那种的酒，然后再来去配一般的白酒，最好也是不要太甜的白酒。了不起，你可以配上那个有某些 K 级或 Cabernet 或者是我觉得 Cabernet 就可以了，你不要再配到 s p e d i s 或者是 Osles 那个，我觉得就太甜了。但是你往后配的时候，有人就拿甜酒来配贵腐酒来配那个内脏类的料理啊，可不可以？可以。为什么？那通常都比较后面了，他绝对不会在一开始就给你配这个东西。当然，当做开胃也许可以啦，但看厨师的一些想法，但是他就要很精准的控制这客人的那个。一开始有一个小小的什么东西，肝脏的东西或者是什么，然后把果汁啊或是酒类的东西把它做成 jelly 那种果冻的东西放在上面的话，碎碎的这样，让你这样用牙签这样吃，用一个竹签把它这样穿起来，让你可以拿起来一口吃，就只有那么一个而已，可不可以？可以啊，它可以开胃啊。那或是让有些人，虽然说肚子饿是影响到好不好吃的关键很重要的因子，但是肚子太饿也不行啊，饿扁了东西全部都上来吃，囫囵吞枣吃下去的时候，你也来不及分辨它的美味。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对生命的需求，就是我想要赶快得到这个能量的需求会比较强嘛。好，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因为我发觉我再讲下去会控制不住那40分钟。那各位要知道，就是说氨基酸的这个东西呢，其实我刚刚有提到了，就是包含，其实最重要的是跟分解这2个字是有关的啦。那分解的话呢，你可以，所以我标题要用恶心一点，比如说，不要用恶心好了。其实，尘归尘，土归土，万事万物尘归尘，土归土，最后都会分解成为自然界的元素，甚至到最初阶的元素。所以，那这样接下来要谈的就是人类的意识啊，灵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我们是这些元素的组成的话，那是哲学性的问题，开玩笑的。那今天就把这个氨基酸稍微简单的讲过去。我等到我在讲说，归类在日本酒度多少到多少是比较合适的，酸度多少到多少，氨基酸多少到多少，这个部分我还会再提一次。但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哈。另外如果你有想到这一点，我也可以顺便把答案跟你讲。那葡萄酒里面有没有氨基酸？有没有 amino？ 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有，有。为什么？你只要去想象，就是我刚刚讲的，氨基酸就是从这种植物，包括细胞壁也是一样，就是蛋白质、纤维什么去构成这些东西，一个一个分解下来的。
所以没有理由葡萄里面没有氨基酸。但是为什么清酒里面会氨基酸比较多？是因为清酒含的蛋白质更高，清酒里面所含的蛋白质更高。那你也可以同时去思考，如果按照清酒造的讲法，蛋白质在外层的分布呢，会比在内层要更高的话，那精米步合数值越低的，就是精的越小的，它理论上它的氨基酸度就会比较低，更低一点，喝起来就比较不会有鲜味。简单讲，喝起来比较会有果香或者是一些花香，就是单纯酵母去跟出来的发酵的香气哈。好，反正如果有问题再问吧。今天讲到这里为止。天气很热，刚洗完澡，然后穿个内衣就出来讲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填土之道，有道理。拜拜。